美女模特随手将美照发在动态里炫耀，哪知刚一转身就被一位大妈拦住，还不等她有所反应，大妈就咬牙切齿的将一瓶不明液体朝女人泼去。随着惨叫声响起，众人才反应过来将大妈控制，可此时女人的脸已经严重损伤，即便治好了也会留疤。很快大妈被带回了警局，然而面对警方的审问，大妈一句话也不肯说。就在警方拿出监控证据时，大妈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女人。与此同时，被送进医院的女模特伤口经过处理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碍，但容貌却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一想到自己模特生涯就要这么结束，小美崩溃大哭。为了这次比赛，她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晋级到了决赛，没想到却摊上了这种事情。而且她根本不认识那个疯女人。就在这时，女警敏锐地发现小美发布的动态内容中标记了位置，也就是凶手很有可能早就盯上了她。女警回到警局后询问审讯进度，奇怪的是大妈闭口不言，却一直让警方帮她找出丈夫。原来她曾经目睹丈夫外遇，小三同样穿着红色连衣裙，因此大妈确定小美就是丈夫的小三。得知这一情况，女警找到小美对质，可她根本不认识大妈，并且也从没有当过小三。很快同事那边便传来消息，他们找到了大妈的丈夫，对方表示自己只是出去了几天，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而且男人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小美，他的女友就在旁边那里。按理说大妈偷偷追上去看过好几次，不可能轻易认错人的。这时丈夫突然提到大妈患有抑郁症的事情，已经吃了很长时间的药物。这么多巧合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让女警不得不怀疑事情另有隐情。而犯罪的大妈因为诊断出忧郁症、妄想症，再加上是初犯，家庭条件也十分坎坷，最终大妈被无罪释放。可即便这样，女警还是产生了怀疑。原本大妈说的是在公园闲逛时看到小美后突然犯案，可当提到她的丈夫时，她却又突然改变说法，主动表明了犯罪动机。这么看来，她很有可能是想要隐藏真正的作案动机。为了查明大妈伤人的真相，女警故意在大妈无罪释放的时候，并假装不经意地透露了小美的位置。果不其然，大妈很快上钩，她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径直来到了女警所说的整形医院。趁着没人注意，她偷偷溜进了小美的病房，并拍下了一张照片。殊不知这一切都在警方的监视下。等大妈离开医院后，女警带人跟了上去。而重新回到病房的小美看着镜子里自己丑陋的样子，内心的绝望再也无法抑制。等医生前来查看之时，就发现小美不见踪影了。她赶紧出门寻找，看着直达顶层的电梯，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立马朝楼顶飞奔而去。此时小美已经来到了天台边上，曾经光鲜亮丽的自己，如今落得这种模样。她当即决定结束掉这段痛苦的人生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医生及时赶到，拉住了小美的手，将她从死神边缘拉了回来。在医生的一番劝解下，小美这才打消了轻生的想法。与此同时，女警一路跟踪，发现大妈来到一栋豪宅内，很明显这就是幕后主使的住处。女人对大妈来意心知肚明，当即拿出1000万尾款，让她赶紧拿钱走人，并表示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然而听到数额的大妈突然拿起桌上滚烫的咖啡，作势就要泼向女人。看着女人慌张的样子，大妈变态的大笑起来。经此一事后，她发现只要装疯卖傻，就能随意毁掉一个人，心中的恶念也随之放大。她将两人交易内容全部录了下来，以此威胁女人多给她一些报酬。女人意识到大妈不好惹，最终只能选择破财免灾。离开豪宅后，大妈看着包里数不清的钞票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却不知这一切全都被监控录了下来。但仅仅是这些还不够，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。警方根据调查发现，豪宅的主人是经纪公司代表老丁的妻子小美，曾经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。她之所以会离开那家公司，传闻是因为和老丁闹出了绯闻，而老丁如今正因为性骚扰案件在坐牢。女警意识到这两件事情肯定有着某种关联。随后女警再次来到医院找小美，告诉她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了证据，但还差关键的一步，还需要她的帮助。随后女警打开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女子被老板性骚扰后自杀，老板因此被送进了监狱。而这次指使大妈泼她的人就是老板的妻子。至于照片中的女子正是小美的好友，所有的线索都表明这就是一起报复案件。진짜 범인 잡을게요. 근데 그게 진짜 끝은 아니잖아요. 정희영 씨도 친구분도 오해받을 일 더 이상 없어야 되잖아요. 很快警方开始收网，先是将作案的大妈控制，然后在豪宅逮捕了老板的妻子。再次进入警局，大妈不敢再撒谎，将一切证据全部上交。证据确凿之下，老板妻子无话可说。之所以报复小美，是因为她看到老公潜规则，并拍下证据举报了丈夫，害得她被捕入狱，所以她才会有了这次疯狂的报复行为。这番话听得女警都无了个大语，一个被窝果然睡不出两种人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